后不管怎么样，我都相信你说的话，好不好？玉婉，怎么是你啊？你偷窥我们？这是我的房间，我不知道“偷”这个字应该用在谁的身上。我知道是我不对，但是我们也是有隐私的。哎，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？允堂，好了好了，我们俩有的是时间吵架，先一起想法子让那个人回避一下嘛。玉婉，你先听我说。你还要说什么？你都让他进我们的新房，让他穿着我的睡裙，还允许他向我挑衅，你又来跟我说什么？玉婉，对不起，我忘了，在这个大酱缸里，女人永远没有对男人说不的权利。童玉婉，杜允堂，再见。亲手为我熬的药膳，第一次，他亲手为我。这算什么？杜允堂，我每天为你做那么多，也没见你这么感动过。你只是清贫的影子，我真正爱的是童玉婉。你爱的，你爱的，你爱的。你终于说出口了，杜允堂。你这样对得起我吗？我是那么的爱你。我拿碎瓷片扎自己的时候，我是用了点小小的心机，但也是伤在我身上。我的痛苦也是血肉模糊，也是痛彻心扉的。你的做作，你的欺骗，我不想再去深究了。我敢说，你对我的不是爱。那什么是爱啊？童玉婉走了，你才说爱他，你就不嫌做作啊？他的诚实，他的自尊，他的坚强，每一样我都爱。尽管我跟他有争吵、有猜忌的时候，他是我杜云堂的结发原配。他的地位，没有人能取代，听懂了吗？允堂，你怎么了？允堂，你怎么了？红叶，告诉我，飞蛾是怎么扑火的？允堂，这样，像这样，允堂。玉婉，哎，雪梅，来，快坐下。这个给伯父应应急吧。雪梅，
将军不是不让你管钱吗？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呀？我是将军夫人嘛，总有些胭脂钱的。不过，凑来凑去也只有这17000，杯水车薪。我记得西方有句谚语：一个身子2颗心的是爱人，2个身子1颗心的是挚友。雪梅，谢谢你。玉婉，你看你说的，一个身子2颗心，你说的是允堂吧？别为他伤心了，至少你还拥有友谊啊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。等我们白了头，我们还一起疯，一起笑，好不好？雪梅，你快回去吧，你是将军府唯一的女主人，这来往应酬啊，免不了要让你这位夫人劳心劳力啊。玉婉，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。将军说，为了平衡杨商和华商的关系，决定用我大哥的计划。可是这样，对杜家会不会有影响？夫人，北京总理府的特使过几天造访，将军让你准备招待贵客。那你快回去吧。那我走了，你自己好好保重。再见。小姐，自从你病倒后，姑爷就再也没有去找过那个红鱼了。这几天啊，他得空就过来看你，他再也不会有歪心了，你就宽宽心吧，啊。姑爷，嘘，让我来。傻瓜。天辰，姑爷，你别误会，千万别误会，我们家小姐刚喊了你365遍，就这一遍，叫了朱少爷。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真的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小姐睡里梦里喊的全都是你。苏西，银堂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你相信有天意吗？银堂，这不像你说话的口气。1年前，你来杜家，做着噩梦，你喊的是周廷琛。1年以后，刚刚你笑得多甜美，你喊的还是周廷琛。云堂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已经在很努力的忘记过去了。努力有用吗？这1年生生死死，风风雨雨，我3辈子的努力都用上了，但老天还是安排今天这个时候，让我听见你说的梦话，你喊的还是他的名字。
这不是天意吗？你不相信，我相信。姑爷，姑爷，放手！好好照顾你们家小姐。从今天开始，她的心里有谁，我睡在哪里，谁也管不了谁。姑爷。小姐，你心里不舒服吗？姑爷刚刚说的肯定是气话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他会回来的，啊？苏西，为什么每次我跟允堂终于要和好的时候，总会有一股可怕的力量把我们狠狠地拆开？苏西，我好害怕。你要振作，小姐。就算不为别人，也要为老爷和太太着想。阿玛额娘，阿玛额娘，他们怎么了？纸包不住火，我就实话跟你实说了吧。老爷的纺织厂亏大了，太太走投无路了。你说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你要挺住啊，小姐。苏西，赶快去仓库，把我所有的嫁妆拿出来，偷偷变卖，立刻送给阿玛。请。啊，好。哎，金夫人。哟，童老爷啊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来，请坐。啊，金夫人，请坐。您请。您今天来金屋找我，一定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吧？我女儿典当了她的嫁妆，给我凑够了15万，可是还是不够我还债的呀。我想用这笔钱放一些高利贷。啊，请您给当个中间人，看看有没有可靠的人可以贷这笔款子。当然了，最好是西洋人。嗨，怎么着也不能不给您面子呀。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，现在区15万，3个月之后把它变成30万还债，简直小菜一碟。既然童老爷开了金口，我肯定不会驳您的面子。哦，我还有些事情需要去招呼一下。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就在这儿先坐一会儿，等我一下吧。好，我马上回来，您先坐着。我听你的，果然半个月就赚进17万，比我所有商铺的利润加起来还要多10倍呢。做股票不难，难的是要有内幕消息。我有沈将军的特别照顾，自然就比别人更容易赚钱。说的是。李少爷，童参政，坐。哎，好。
李少爷，听说你现在，在这个股票上赚的是风生水起呀，可否向童某透露点内部消息啊？股票不是传统生意，它其实就是合法的赌博。赢的人能一下子从乞丐变皇帝，输的人有可能这一辈子都翻不了身。就算有再可靠的消息，也一定会有风险。哦，这些呢，童某也早有耳闻。不过，后果嘛自负，还请黎少爷多多提携童某啊！哎，太客气了。好吧，眼下正有一个好机会。哦，啊，东参政，这个消息还是有一定风险的。要不这样吧，您回去问一下您那个股神女婿杜允堂。啊，这个杜允堂现在是越来越荒唐了，居然在外面沾花惹草，不提他还好，一提到非常生气。幸亏有你黎少爷的内部消息，我也不用再看杜家人的脸色了。那，黎少爷，童某就先走一步了。好的，你们聊。来，请。还有我呢。说吧，你这次准备宰他多少啊？片甲不留。大河别杀，涨啊！再涨我就翻番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哎，童老爷，我家少爷劝您赶快抛掉大河棉纱。哎呀，杜允堂看走眼了，我可没疯。我跟你说，大河棉纱一直在涨，我一定要把它炒得翻番。这么好的股票，我一定要把它弄到手。童老爷，如果您现在卖出的话，还能到手257241.20。如果不赶紧卖出的话，您损失可惨了。25万不够，我得赚30万，30万才够还账的，你懂吗？童老爷，我家少爷劝你千万要谨慎啊，股市切忌满仓操作，切忌跟风随大溜。你们家少爷的钱全压在江西煤矿上，他没有看准大河棉纱的行情，看我赚钱，他就眼红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赶紧给我滚，别影响我，滚！哎呀，涨啊！怎么会跌呀？这李少峰，李少峰，你在哪里？你给我出来！李少峰！啊！完了，我完了，我全部都亏了。刚刚赚的时候，怎么不来谢我啊？可是他亏的也太快了。这就是股票的魅力。你交了15万的学费，我相信下次你一定会有长进的。好了，岳父，你怎么了？哎，岳父，李少峰，我岳父的15万元，应该不是交了什么学费，而是成了你和金夫人联手托盘的垫脚石，是不是？我和童参政都说好了，风险自负，他的损失与我无关。对了，杜允堂，你应该知道股票是一个游戏吧？是游戏。既然你那么喜欢玩游戏，我就陪你玩，乐意奉陪。少爷，少爷，哎呀，
恭喜恭喜啊！现在咱们买的那个江西煤矿暴涨啊，就要翻3倍了。哎呀，少爷，你不愧是上海的小股神啊，少爷，咱们这次能大赚特赚了，我可以吃绿豆饼了。哎，别说了。李少峰，你那个大业保险刚刚已经过了最高点，现在开始急速下滑了，而且收市的时间已经到了。我要是放出风声，明天连给你接单的都没有。还有，我告诉你，你即将亏的那些钱，我就当做是你算计我岳父的报应。走吧，股票。啊。杜永堂，又怎么了？股市的小打小闹，不是我们之间的决战。3天以后，金邦街的方案竞标就要开始了，那是我们见真章的时候。反正你一直是我的手下败将，我都习惯了，就陪你多玩一次。股票，哎，我们要去哪里庆祝啊？哎呀，大吃一顿，就知道吃，有没有点好主意啊？开香槟也可以，绿豆你还说？杜允堂，还说？要不然啊，对你来说，童家的身家性命只是游戏，对不对？我劝过岳父，那是真的。你可以眼睁睁地看着黎少峰掉进沟里，却拦不住我年迈的父亲。杜允堂，你让我怎么再相信呢？股市里哪有什么常胜将军？我平时张狂，是一种掩饰而已。在股市也是这样，对你也是一样的。少爷，少奶奶已经走了。我也知道啊，可他肯定会把这笔账赖在我的头上了。周廷琛，杜允堂，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谈谈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你想让我好好的对玉婉，不要伤害她。还有，你是来给我们祝福的，你跟她之间是清白的，是不是？你既然什么都知道，为什么还要辜负玉婉？你凭什么叫我太太的闺名啊？她是我们杜家明媒正娶的二少奶奶，你能给她幸福吗？只有我可以主宰她。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，我有重要的事情告诉你。看在玉婉的面上，给你们杜氏实业一个忠告：京邦街的竞标，小心背后有阴谋。我不想听，我从来不相信狗嘴里能吐出象牙。你难道不知道什么叫良言相劝吗？如果我们杜家的安危要依靠你的施舍，我宁愿什么都不要，放手。我警告你，别再辜负玉婉，她值得你用一辈子去爱。杜家的北洋特使怎么和日本人勾结在一起？京邦街码头竞标在即，现在是您必须出手的时候了，请帮助我们务必拿下京邦街码头。
你们要那个码头干什么？黄浦江两岸属于英美的码头多，我们日本的商船想要停靠我们自己的码头。哼，我不打算跟你们做这笔交易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上次交来的那个女人的首级，不是我们要的刺杀高官、盗走财政部机密的闵如。可以见得，这个女人已经到了上海，我们的卧底已经落实了她的动向。很抱歉，我会让上次执行任务的忍者剖腹谢罪。如果这次我让你达成心愿，那么我们的合作是否还能继续？只要你们把人头给我，我就帮你们拿到那个码头。谁呀？来人呐！来人！来人！别动！是周廷琛，黑鹰。周廷琛不是死了吗？岂有此理！沈之沛他耍我！现在我要周廷琛和闵如2颗人头。周廷琛，三下先生，快救我呀！开枪！把那个黑影给我打掉！开枪！可是夫人，别管那个蠢女人！三下龙叶，你简直就是个禽兽！这件事情我会告诉沈将军。我相信，他很乐于知道你们背后的真实面目。站住！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我亲眼看到杜允堂进去了，林少峰也进去了，老子就不行。我的儿子当年舍命保护沈将军，老子还不如那2个兔崽子。说我是闲杂人等，啊，这，走开！你，喂，他是谁啊？大摇大摆的走进去啊？这凭什么抢在老子的前头进去啊？你放开！把他抓起来。是，尊驾，究竟是谁啊？把他拖出去枪毙！住手！不要！我是黎军序长，特来恭迎特使。你是在为他求情是吗？这是，他不配。不过特使如果刚来就染上血腥，有点不吉利。也罢。啊，对了，你刚才说你叫什么名字？黎少峰。恭喜你啊！你那份竞标方案已经通过了，不过不是沈之沛通过的，是我，也是北京总理府的意思。少峰不是很明白。你这种小人物啊，对这种大事不需要明白。请。这个特使到底什么来头啊？莫非是条强龙，要压沈之沛这条地头蛇？哦，特使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沈将军，咱客套话就不说了。听说今天是京邦街商业开发的竞标会是吗？
是的，现在只剩下黎家和杜家2套方案进行最后的竞标。好啊，我倒有兴趣听一下。这样吧，杜家先来，现在就开始。杜少爷，请演示。走。啊，烦。这个是我们杜氏实业的一份规划图。我们打算在3年之内，把京邦街打造成一个全上海最具有特色的新码头。在这新码头的旁边，将会是条繁华的商业街。商业街的定位会让所有人耳目一新，将会是上海滩一个最时尚的地标。杜少爷的方案这个新地标完美啊，可以辐射全市，让上海滩独步远东，与巴黎啊、伦敦相媲美。请沈将军点评几句。各位，我看就不用评议了。杜家的方案空洞透顶，毫无可行性。我看还是黎家的比较好。各位，我来展示一下。不用了。财政部向日本银行借了大量的参战款，黎军需长很快就会成为森下洋行的女婿了。沈将军，你应该明白怎么做了吧？我什么都明白了。这种垃圾根本不配在这里打开。将军，既然日本人已经关照了你，那你的方案在我这儿就不会通过。沈将军，请你说话想清楚一点。这还需要点破吗？我想杜少爷对此应该有所高见。上海的码头有90%都是被英美人和日本人所垄断，中国的商船确实受到影响。京邦街是浦西进黄浦江的一个交通要塞，要是如今也落入外国人的手里，确实不太合适，尤其是日本人。这次招标是面向全上海的商家，将军难道是要失信于人吗？谁敢说我失信于人？难道沈将军想违抗中央政府的命令吗？我的夫人几天前被人绑架，幕后指使者就是森下洋行的森下隆一。我不追究他们，就已经给足了中央政府的面子，难道还想让我和试图杀害我夫人的凶手合作吗？原来是这样，森下这样做实在太不应该了。哼，将军，我想您和特使都误会了，这件事和森下先生无关。我不想听你狡辩，我才是真正的上海王，谁也别想挑战我的权威。将军，他怎么发这么大火，脾气真大。那个沈志佩啊，真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就是不愿意和森下先生合作。上海毕竟是他的势力范围，以华商为根本，他排斥外商，这也是很正常的。他这是不给北京总理府面子，也不给吴帅面子。特使大人，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我们日本，那是绝对无法容忍的。哎呀，谢谢蔷薇。我们中国人有我们中国人的江湖规矩，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。特使大人的意思是，有些事只能是你们去做的。如果我动手的话，很多事情就不可控制了。
特使大人，这是收了沈支配的钱，想要把我们抛弃吗？你是知道的，我要什么，你办到了吗？金夫人，这首乐曲慷慨激昂，跟平常你们放的那些靡靡之音都不一样。请问这首乐曲是哪国的名曲啊？什么名曲呀？是我的钢琴师自己谱写的，专门为特使而作。哦，我知道特使雅善音律，请您指教一二。好。金夫人，我要见那个钢琴师，我要单独见他。您请。毛毛，毛毛，乖，没事的，大伯来了。记住，你父亲就是大伯的亲兄弟。他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你以后就跟着大伯一起生活。我一定为你父亲出这口恶气。特使请节哀。许小姐是我的钢琴学生。他更是许军师长唯一的骨肉。许兄后有8拜之交，他出事后，是我收留了这个孩子。沈支配给了我一档案袋的证据，说凶手周廷琛已经伏法了。我知道这是障眼法，因为前不久周廷琛还在上海出没。你告诉我，真相到底是什么？沈支配是我的亲妹夫，我本来应该守口如瓶的，可是这个孩子的眼泪让我没办法再沉默了。周廷琛是受了沈支配的指使，他的行为是出于一个军人服从的天职，没有个人恩怨，请特使放过他。我都知道了，我是不会放过沈支配的。那特使，你想怎么做呢？现在还不是杀沈支配的时候，他现在是南北方都在争取的人物，至少是一条至关重要的地头蛇。我愿意作为特使安插在沈支配身边的一个钉子，把这条地头蛇变成一条毛毛虫。好，那我会掐断沈支配的军费贷款来源，同时派人找出周廷琛，逼他指证沈支配谋杀许军师长。李少峰，特使大人呢？特使已经从后门走了。李少峰，我现在只想知道现在是什么状况。三下先生，你说是红酒玷污了钢琴，还是钢琴亵渎了红酒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的是，从现在开始，没有人再敢逼我黎少峰做我不想做的事。
只要把酒痕擦去，一样还是干干净净，就跟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。我现在日本家里出了状况，和美很快就要回国了，她不会再骚扰你。但是，京邦街码头项目，我是代表大日本帝国在竞标，只能胜，不能败。我现在已经是北京特使的亲信。至于京邦街码头的开发权，特使会用非常手段帮助。毫无疑问，我将会是最后赢家。那杜家呢？沈之沛很快会承受到他无法承受的压力，到时候杜家就是祭台上的祭品。凶手到底是死而复活了，还是一开始就有人保了下来，诈死埋名呢？一张模糊的照片，特使就想逼宫了？不是逼宫，是命令。我命令你让步，通缉凶手周廷琛，将京邦街的改造工程交给森下洋行。你命令我？我沈某血战12年。大小100多仗占下上海滩，烽火乱世，占地为王。你一个小小的特使，竟敢命令我？你，就是你们的大总统来了，也不敢跟我说命令2个字。你应该知道，上海有条黄浦江没盖盖子吧？沈将军，你以为枪杆子就能把问题解决了吗？你今天杀了我，后果会很严重的。我沈某还不是张宗昌之流的土匪，在上海滩还是学了点文明做派的。只要你注意措辞，平安上路，一切好说。好啊。既然将军你能搞定上海滩，那最好。但你别忘了，以后有事别来求我。送客。请。告辞了。将军，看来这个人很难对付呀。他不会这么轻易善罢甘休的。通知部队准备好枪支弹药，随时提防上海滩周边的北洋嫡系部队。是。大哥，大哥，出事了！我有要事需要向将军密报，勿念。向将军密报，看来森下先生与北洋特使的交易被大哥发现了。这件事情必须告诉特使。大哥，你的行踪我保不住。小姐，你先别着急，我去禀报太太和老爷。
晚，你怎么回来了？额娘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你阿玛心情不好，已经在书房里关了整整1天了。整整1天？阿玛不会出事吧？是吧？你阿玛会有什么事儿啊？哎呦，天哪！快！哎呀，阿玛，老爷，老爷，快找门，快点，快点！老爷，开门呐，老爷！老爷！阿玛，哎呀，老爷，老爷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啊！你要是吞咽自尽了，你让我怎么办呢？完了，全完了，我连女儿的嫁妆都亏完了，几代人攒下的字画都卖了，也不够。高利贷，利滚利，转眼30万的欠债就变成了40万，我拿什么还？我通红誓不能败，丢人，丢人呐！老爷，阿玛，您别这样，女儿不会让您下半辈子受苦的，您千万别想不开啊！你看，你能不能在你婆婆家借点现金，帮阿玛救个急？杜家现在也有难处，景邦街的开发项目需要保证金，资金压力也很大，恐怕一时半会儿也凑不上40万这么大的数目。我知道你在杜家也很难呐。那个杜云堂在外面有了女人，我是听在耳里，疼在心里呀。阿玛，别说了。要不然这样，咱们把翡翠屏风当给大华银行，我估摸着，咱们也会有40-50万在手，先还了账再说。阿玛，如果把翡翠屏风当出去，咱们可能一辈子都赎不回来了。何况现在兵荒马乱的，大家都在囤金子，谁会收一件易碎的宝贝？那我就把那个翡翠屏风送给那些债主，是砸是卖，随他们去吧。阿玛，您先别着急，不是离最后期限还有一段时间吗？车到山前必有路。我这里还有一些婉拒进货的钱，您先拿着应应急，其他的女儿一定会想出办法的。杜太太，这不是婉居吗？是你儿媳妇开的吧？我以前去过，真是又时髦又体面呀。对呀，我也去过，是吧？我不是夸她呀，我这儿媳妇啊，生意上可是杜家招财进宝的福将啊。是。杜太太，杜太太，什么？太太，您行行好，我求您把欠我们的货款还给我好吗？你谁呀你？真是笑话！我们杜家做这么多年生意，从来没欠过别人的钱，也没见过你这样当街要债的。站起来，跟我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眼瞅着都快过节了，我们家都快揭不开锅了，恳请太太知会二少奶奶一声，把婉居拖欠的货款给结了吧。哎呦，不是说婉居很赚钱的吗？怎么还拖欠这些小门小户的货款呢？多少钱呢？至于这样？3000块，这是二少奶奶亲自签的进货单。
眼皮子钱，不就3000块钱吗？值得你哭？行了，随后到杜家账房那儿领取吧，赶紧走，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。谢谢太太，谢谢太太，谢谢太太。大姐，我可是听说二少奶奶把婉居的钱拿去贴补娘家了，你就不想去看看吗？翠林，你跟方太太他们继续逛街吧。容妈，太太，跟我去婉居查账去。真要发现她吃里扒外，我饶不了她。走。今天啊，大家加个班，赶紧把货品卖完。可是，这些全是新货样货，现在甩卖，未免也太吃亏了吧？现在急需要用钱，大家就辛苦一点，多努力一下，让资金早点回笼。回笼？母亲，你们先去忙吧。回笼以后，是不是所有的都倒贴你娘家呀？童玉婉，我最近一段时间跟允堂怄气，跟二房斗气，辛辛苦苦的维护你、保护你，可你倒好，反过头来倒贴娘家。母亲，我娘家真的急需用钱，我只是用婉居的资金暂时周转一下。再说，婉居的钱也是我自己挣的。你自己挣的？你是谁呀？你是杜家的什么人？这婉居到底姓童还是姓杜啊？啊？童玉婉，你没有任何理由，你不跟我商量一下，就往你娘家搬财产吧？母亲，我娘家真的急需要用钱，等过了这阵子，我一定会把婉居的账还上的。童家已经败落了，那分明是个无底洞。我问你，你有多少钱能把这个洞填满呢？从现在开始，马上交出婉居，回到家里照顾你的丈夫允堂。可是允堂，他成天都不在家的。允堂不在家，那也是你的错呀。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不在自己丈夫身上用心，总有一天他会把你忘了的。我的苦口婆心，你都当耳旁风了呀。允堂他不爱我，就算走了一个宏宇，还会有其他人来的。我不想跟他们争。好，好啊，童玉婉，这可是你说的话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再管你。我吃的亏，我会抽自己的耳光。但我要告诉你，杜家的钱，不许你动一分。将军，现在上海各大银行都暂停向我们继续供款，现在军需紧张，怎么办？薛浩北明着要我交出凶手周廷琛，其实真正的目的还是逼我把京邦街的开发权让给日本。不，他们是想要一个人的人头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到。你诈死的消息，北洋特使已经知道了，怎么还敢出现在将军府？你泄露了行踪，我怎么保你？将军，我回来是要跟你说件事情。其实日本人，将军，怎么回事？警卫，快点拉住！将军，几家外国电厂先后出现事故，现在已经停止向上海部分地区供电，其中包括将军府。哼，看来他们是要联手逼我就范。这件事恐怕是北京政府施压下来的。汪将军，三思而后行。北洋特使已经快被我打发走了，怎么就改了主意，态度还十分强硬？要是谁泄露了廷琛的消息，我一定让他血流成河。
将军，这里都是对您忠心耿耿的人，我们一定和将军共同进退。是吗？大哥，你还是离开吧，这里太危险，千万不要给将军惹麻烦。我只想问你，你到底是姓黎还是姓森下？大哥，你从小看着我长大，我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吗？就是因为我从小看你长大，所以才不想你误入歧途。我再问你一句，你到底是姓黎，还是姓森下？我姓李，不，我姓周。我还是大哥从小抱到大的福根。我即使穿上了军装，也还是福根。我不是怀疑你，是有些事我想不明白。为什么红雨会那么巧合地出现在杜家？为什么刺杀许浩南的内幕会泄露？为什么？我什么都没说。翡翠屏风还给玉婉了吗？当然。我听说童家出现了财务危机，我希望翡翠屏风能帮童家缓过一时。允堂，允堂，你来了，快进来。来，累坏了吧？啊，我泡了新的碧螺春，趁热尝尝。是挺清香的。怎么泡那么多杯茶？这2天你不是难得过来吗？我每夜都在等你，我特意为你准备茶水，还不是为了让杜少爷你呀喝上的每一口茶都是最新鲜的。你以后别这样了，好茶跟青春一样，都不应该浪费的。哎，这口是陈茶，冰冷冰冷的，亏你还要喝。冷水泡茶慢慢浓，陈茶有陈茶的香味，这是我以前不知道的。你说的根本就不是陈茶，是童玉婉吧？你真是放着我辛辛苦苦泡的新茶不喝，反倒对着一杯没人要的隔夜茶，你在这借景生情，我真是不知道，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要他什么意思，他就是什么意思。云堂，我错了，你不要走吗？我知道，我不该独占你的爱情，可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因为我爱你。我是真的爱你，我克制不了我爱的自私啊，云堂。云堂，你不要这样对我！好痛，痛！云堂，云堂，云堂。不要再耍什么花招，想把我留下来。花招，真正的伤在这儿。如果你走了，我将万箭穿心。云堂，来，起来再说。
自残的招数。杜家那女人早就玩剩的套路，能不能换个新的？我是不该欺骗你，云堂，但我所做的一切，还不都是因为飞蛾扑火的爱情啊！我告诉你，这样的感动玩多了，便廉价了。你是要去找童玉婉吧？杜云堂，你可别忘了，他可是连欺骗的感动都不肯给你。怎么我们这儿又停电了？也太巧了吧！这不是巧合，是有人故意的。我们杜家的每一间工厂，都在这个停电的区域之内。是谁在算计杜家啊？算了，跟你讲你也不明白。我不明白，童玉婉她明白啊？她当然明白啊。她是比我聪明，所以呢，我全心全意，只为了你一个人。可她呢？一边当着杜家的少奶奶，一边呢，偷着婆家的钱，倒贴娘家。玉婉她娘家怎么了？啊？哎，罗经理，我想见一下董事长。阿少奶奶现在在开董事会呢，女眷是不可以进入的。我有急事，你就帮我通传一下吧。阿少奶奶，这是杜氏实业的规矩，绝对是不可以的。罗经理，父亲。啊。好，是我约了玉婉来公司，有点事要谈。这样吧，你去我办公室先坐一下，我马上就到。谢谢父亲。没事，玉婉，有话你就直说吧，大家都是一家人。父亲，是这样的，童家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，急需资金，我希望您能够雪中送炭，帮帮童家。本来帮忙童家解决燃眉之急，是我们杜家义不容辞的事。可是金邦街的项目是我们华商商会一个很重要的项目，再说，我们的资金缺口也很大呀。我明白了，父亲，那我先走了。父亲，我阿玛额娘年事已高，还请您再想想办法。别急，别急，我很了解你的性格，你是很难求人的，你一旦开口，肯定是迫在眉睫。好吧，玉婉，你告诉我，你童家需要多少钱？至少40万。40万。一时半刻，我也真的力不从心呢。难道只能把童家老宅卖了吗？千万不要！金邦街那块地非常重要，一定要保住。这样吧，你给我10天时间，我现在手头也紧，需要时间来调度。谢谢父亲，谢谢父亲。不过有个事，我想请求你。您说。帮我看好允堂，因为我不想允堂继续这样荒唐下去了。您放心，我会包容他的。玉婉，当初我上门为他求婚，不仅是要一个包容他的太太，我需要他的太太能够辅佐他担起杜家的家业。父亲，他不会给我这样的机会。但我希望玉婉，你为了我，为了允堂，去创造这么一个机会。父亲，这不太公平。允堂一直以来都很任性，从小到大没让人省心过。可是玉婉，
你不一样。在佟家，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你是一个聪明大气、能承担责任的女孩子。我希望你明白，我之所以跟你说这些话，那是因为我一直把你看成是个懂事的大人。我希望你能够懂我的意思。父亲，我在阿玛额娘眼里，也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。我阿玛额娘对允堂，也是有着同样期待的。天下父母的心思都是一样的。可是现在是你要救佟家，我希望你能够主动迈进一步。父亲，这是您救佟家的条件吗？其实我跟你父亲说过很多次了，经商一定要谨慎。可他老是爱听不听。我今天救了他的急，可是明天呢，他又需要我的帮忙。可是为了我的儿子，我愿意付出。你呢？只要父亲能够帮助佟家，我为了我阿玛额娘，愿意付出一切。就算再屈辱、再难看，只要父亲守信，能够帮助佟家。好，总有一天，你会了解我今天的心思的。好了，去吧，玉婉。阿玛，既然杜家已经答应10天之内援助我们，就一定会兑现承诺的。明天呀，你们只要把风声放出去，那些债主啊，就不会再上门逼债了。哎呀，这可太好了！这回你高兴了。这是玉婉豁出脸去求来的，以后在杜家，玉婉还不得低三下四、仰人鼻息呀？哎呀，钱来了还他们就是了嘛。哎，我不愿意见到你，你去书房吧。我想和女儿单独聊一会儿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俩聊，我去书房看书。玉婉坐下。这回多亏了你了。也没什么，大不了婉君以后挣了钱都归杜家呗。有允堂支持我，再加上公婆通情达理，也没有什么能让女儿为难的事情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哎，佟父在，你去把我给姑爷买的东西拿来。是。额娘，你还巴巴的给他买什么东西啊？太太，额娘，咱家现在都这种情况了，您怎么还给他买这么贵重的药材啊？没事的，我们是这家中药店的老主顾，能赊账。回去以后啊，你亲手把这些药材用文火熬，3碗水熬成1碗，让姑爷趁热喝。给他喝这些干嘛呀？玉婉，你额娘我一生刚烈，可是为了你的幸福，我也不得不教你一些女人的手段。允堂啊，和你阿玛不一样，她聪明能干，脾气就自然有些大。你呀，千万不要太倔强了，让别人先得了手啊。额娘，允堂他不喜欢吃这些的，您还是退了吧，别再欠债了。您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子才是。玉婉，你才是额娘一生一世的债，额娘恨不得能天天把你捧在手心里，可是到了别人家里，就没人像我这样疼着你、惯着你了。你要是不和允堂和好，额娘就是长生不老，也是一个操碎了心的老寿星啊。额娘，额娘，你
你是最疼我的人，天底下最疼我的人。